镜头前这片山谷深处，藏着一座被时光掩埋的古村落。我们循着山谷里那条清晰可辨的道路往深处探寻，沿途尽是荒废的田地和电线杆，满目皆是岁月沉寂的痕迹。行至一栋泥土屋舍，我们拜访了一位年过60的爷爷。他告诉我们，在旧社会兵荒马乱的时候，他的祖辈逃难于此，在这里过上了避世的生活。这位爷爷格外热情，向我们娓娓道来这座村落尘封已久的历史过往。带着未尽的好奇继续深入，竟又幸遇另一位年过60的老人。他守着这片故土辛勤劳作，养猪、养牛、养家禽，还养了蜜蜂与山羊，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闲聊间，老人告诉我们，这里曾经聚居着几百口人，也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上百年的历史。烟火袅袅，人声鼎沸，而如今偌大的村落只剩他们2、3位老人，依旧坚守在这片故土。走遍湖湘大地，领略风土人情。嗨，大家好，我是天福。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现在我来到湖南的一个山谷里了。今天我们要去我身后这个山谷里去探访一个古村落。刚刚我们的无人机发现有几栋泥土房，泥土房的周围还开垦了菜地。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生活在这个山谷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徒步走进山谷里去看看吧。不一样的山谷，不一样的古村落，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又要去探访高山当中的一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坐落在一个山谷里面。现在我们沿着这样的蜿蜒盘旋的碎石泥巴路，走到这个山谷的入口处。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非常响亮的流水声。这个里的山泉水大概是从山谷里面延伸下来的。我想这山谷里面应该是不缺水源，所以呢会比较适合居住。而且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这里有新架设的电线杆，一直往山谷里面延伸。我想里面应该会有人生活。在这里，我们发现呢，路旁边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建筑物。从远处看，像什么？有点像蒙古包啊，但是这个呢，是这个村落焚烧垃圾的场所，非常特殊啊，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不一样。你看，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当地的村民接的黑色的水管。应该是从山谷里面布的山泉水的水管到山下去。它这里是用水泥浇筑的一个焚烧垃圾的壁炉，这里还修筑了一个蓄水池，在焚烧垃圾的时候啊，可以把火熄灭。所以我们经常在外面走，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设施，不一样的村落，那么就有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这条泥巴路看上去还是有这么宽。沿途有新架设的电线杆，一路上长满了这种野生的树莓，看样子平时都没有什么人采摘，因为这里面估计是人烟稀少。这要是在几十年前，像我们70后、80后的孩子，以前在山野里面碰到这样的树莓，那可是开心的不得了。
这条路上还是有一些车轮碾压的痕迹。那么平时就有类似于货车呀，或者是小汽车，只要是四驱车，我估计走进来都没有问题。其实这里不是普通的一个山谷，我们是驱车沿着一条蜿蜒盘旋的盘山公路来到了大山的山顶上，然后在一个入口处啊，进入到这个山谷。你想想，以前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想要到镇上去，想要到街上去，有多麻烦。那个时候交通非常的不方便，完全是要靠双腿走出这座大山。想要出一趟门，那估计得天没亮就得上路出发，晚上天黑才能回到家里。哎呀，镜头前出现了一栋泥土房。你想，以前修筑这样的泥土房，基本上就是就地取材。想要运输建筑材料上来，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栋泥土房看样子是没有人居住了。它这上面是什么呀？是柿子吗？有点像。门前的一棵果树啊，结满了黄色的果子。我看是从哪个地方可以上去。它这里应该是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对的，这里有一条路，不过这里好像被拦起来了。难道里面有人居住吗？我们尝试走过去看看，但是刚刚镜头前好像是没有人居住。有人吗？走啊！哎呀，门前开垦的菜地啊，种植了蔬菜。这里放了6、7个这样的蜂箱。你看，房屋的主人还是非常勤快的，在这里门前种植了蔬菜。哎呦，里面看样子是有人住哎，还养了鸡哎。哎呦，我刚刚还看走眼了。哎，你好，我们沿着盘山公路一直走进来，看到这个山谷里啊，哎，这里还有几栋房子在这里。啊，好好好。我刚刚进来看到一个篱笆，我刚刚从下面过来，我以为是没有人住啊。有，我哋这一间呢个自住在自己。啊，好好好，谢谢。哎呀，我刚刚走进来看到还种了菜呀，然后几个篱笆挡住啊，那有篱笆挡住，有可能真的就有人住了。哇，你这里还养了一些鸡。有些鸡，干啥？啊，好好好好好，哎呀，好勤快呀！你这门前还砍了这么多的木材柴火啊！哎，好像就是柿子嘞。啊？我感觉这个鸡都不怕人嘞。对。哎，它门口这个是金桔嘞。哎哎，好，谢谢。请问您贵姓啊？我小姓李哦。姓李呀？姓李呀。李呀，木子李呀。木子李呀。哦，您年纪有多大呀？我这呀63了。63岁啊。哎，你现在就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就是我住在这里，小里风小风啊。我看你这里摆放了多少个蜂箱啊？
对对，那楼上到处都有啊。哦，那不是养了好多蜂蜜哦？哎呦，你这门前我看到还种了一些，这是金桔吗？这个金桔，他们好多人都说这里开始来摘。哦，这个金桔能吃哦。能吃。你这栋泥土房有修建了多长时间呢？1979年盖的啊。那有40几年呢？40多年，你是一直住在这里面吗？我一直住在这里。你的小孩都在外面去生活了？都在外面，我们的房子在大窑啊，起了。哦，就是你一个人在这里面养鸡，养蜜蜂，然后打理一下菜园子。哦，这个房子平时做过修缮吗？没有啊，意思就是这样的，起的时候就是。哇，40多年都没有做过修缮呐？没有。那你以前有出去过吗？你以前有出去过吗？比如说到外面去？没有，我一直就在这个老家。哦，一直在老家没出去。以前这条路一直都有这么宽吗？没有，以后当修的。哦，后面拓宽了。那时候这都是一个小路啊，没有通车路了。没有通车。以前一直要走下去，但是我们一路走上来，这可是一个高山呢，这是一座高山呐。一座高山。对呀，而且那条水泥盘山公路是什么时候修建的？那是，也好多年了。也有好多年了，这条水泥路都修建了好多年啊。水泥路也有好多年了。哎呦，那你平时要出去的话，骑车？骑车子。骑摩托车出去。平时也不怎么会下山去吧？平时确实买一点东西就下去，不买东西不下去啊。自己小镇自己有啊。对，我看你自己在这里自给自足哦。你这里是山泉水吗？这山泉水啊，就是这个对面这个坑里来的。哦，从对面那个山里面接上来的。你是接了水管过来的。在这个马路上渡过来的。哦，这个山泉水能直接饮用吗？哦，你从那里面引过来的山泉水，这个水能直接饮用吗？直接饮用，我们就。啊，你在这里还装了监控啊？装了2、3个，那里也装了。哦，那还可以啊，是你儿子他们给你弄的，还是你自己搞的？我自己装的，他们都没在家了，他们都在公司上班。啊，你有几个孩子啊？一个，就一个。一个儿子。哎呀，你那个时候怎么只生一个孩子嘞？我们只说计划性要减啊。哦，那个时候啊，所以只生一个孩子。以前这个村落里面住了多少人呐？我们这里有2个队呀。有2个队呀？那有。上面还有一个队呀。哦，那以前这里有多少人呢？那我们有几十个人呢。那时候我们这里人不太多。哦，以前这里也不是很多人，也就几十个人。以前你这山谷里面能种田吗？能啊，那个田都现在没种了，那个都是田啊。哦，沿着山谷里的这里都是田地，以前这里一年能种个几稻田呢？都是种田啊，现在都出去了，没有人在家里了。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家在家里啊。就是你老人家在这里面。这下面还有几栋泥土房。是上面。也是老年人住在里面吗？那上面有个猪场，有个牛场啊，他们在这里也是老人家在这里求这个放羊啊，放牛啊，放这个养。搞养殖还搞养猪哦。也是中老年人了。我看你这棵树是什么树啊？这个小柿啊，这个柿子啊。柿子啊？哎，我看都黄了呀，你都没摘呀？这是你们家的吧？是我们家的。没这么一个人不想吃啊。你有工具可以摘下来可以吃吗？可以啊。你有工具吗？不能上去啊，都高了。是吧？好高，我看是我刚刚从下面看，我觉得这个好像柿子树。那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上面，平时就是卖点蜂蜜。卖点蜂蜜，榨点有茶叶。还有茶籽可以榨油。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泡这个茶叶的茶。哦，这个茶叶是你自己摘的还是野生的？我们自己的茶园呢，在后面上面。哦，你自己摘的茶园也可以卖一点钱。你平时的生活经济来源基本上就是这些。你老人家一个人住在这里面，自给自足，而且山里面的空气也好啊，是吧？我们下面的房子已经专门是把门关了门了，没住啊。基本上没住人，他们也是在长沙那边定居下来了。他没有，他们没有定居。哦，他们没有定居，所以逢年过节他们也会回来。他们就回来呀，看一下我啊。哦，逢年过节回来，平时的话就没有时间，过年也会回来。过年也会回来，因为他们都是公司都要上班嘛，没有休假吧？是的，在城市里面是这样的。我儿子还经常要出差吧，他没有时间回来。不过他们这边交通也比较好哦，有路面这么宽，所以他们开车回来也方便。他们都是自己开车回来。对，最重要的是你要身体好，他们也就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就是说让我什么事都不去做好吧，只要身体好就。是的，在外面就不要担心了，好吧？对，稍微活动一下，干一点轻便的一些农活还是可以了。我自己也很多山这个树全要砍掉啊。哦，能做得动就做，做不动的就不做了。我看你好勤快，你看这里，这些木材都是你从山里面砍下来的吧？这个山里面偷回来的。哎呦，然后把它砍下来过冬。过冬啊，还有一根是，这个大的就是卖掉比例都卖掉了，这个大的。这种大的木材还可以卖出去。卖出去，他们自己开摊子来拖啊。这种泥土房其实住着比砖房还舒服一些。你夏天的话很隔热，这种泥土房有40多年，所以你只要人一直在这里住的话，这个房子啊，它就可以保留的比较久一点。哎呀，你这些金桔，那你怎么没有摘下？这些金桔都熟了吗？熟了，可以。我可以摘下来吃，尝一下吗？可以的，你可以吃的。我们这边都是开摊子来摘了，我们也不要钱的。哎呦，我摘几个尝一下。你尝一下呗。我们这个李林的都开摊子到这里来摘，他们都是每年都是在这里吃过了。我们这里的都是这么没有就是。哇，你是吧？你会卖吗？我们不卖呀。哦，不卖呀。不卖就是。谁来摘。尝一下味道。谁来摘就谁来摘了。拿一个，拿几个，在那个山泉水那里洗一下。皮也可以吃啊？可以啊，它金桔就是吃皮的呀。糯米也可以吃啊。这个这糯米的也可以吃啊，很皮呀。还说果皮的。果皮啊，是可以啊。这个金桔就是吃整个一起吃嘛。以前你们这个里面，你在出生的时候就在这里面。那么你们以前的老房子，就是你小时候的老房子是在这里吗？就是这里的。这个是在1979年的时候，还是拆掉了以前你父母那一辈的房屋的时候再修建的？就是他们以前的，他们就是老人就是这里的。所以以前住在山里面好辛苦吧？好辛苦，我在这里生了6位。你是在那个烤腊肉？在这里烤腊肉。你这个肉是在外面买的吗？外面买的。按道理，这个村里面呢，像那些有很多人住的地方，他们都是自己养的猪，杀的猪，然后你再买过来。就是这个烤腊肉，就是在这个家里面啊，就是很多烟。这家里有很多烟，就是自己烤的比那个买的好吃一点。对，用这个干柴生的。对，有可能外面买的有可能用硫磺熏的都不一定哦，因为它防止它会发霉嘛。这个你看，这就是村里面的人呐，山里面的人烤腊肉啊，还有猪蹄，对吧？这个是湖南的特色。
好香。我看你们这种泥土房啊，你看以前还修建的这种楼梯上阁楼，那上面以前可以住人吗？可以啊。以前也可以住人。这里啊，对，我们这里把板洞啊，可以啊，上面可以住人啊。哦，对，吊顶了是吧？有楼板，有楼板可以那个，一样的，是吧？那你们那个时候你才一个孩子，也非常完全够住啊。可以啊。现在上面就是放一些杂物。放点杂物啊。以前要上下山确实是很麻烦。不过你还好哦，会骑车子，那也还算方便了。骑车子，现在骑车子还是方便。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以前你的父辈、爷爷辈、父辈那个时候，你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个大山里面呢？他那个实际是都是那个时候都是他们是在那个旧社会那个时候打仗的呐。抓壮丁都是自己逃命呐，都是和我的爸爸他们是8姊妹啊，还能有8姊妹啊。就是都是做账的呐，都是蹬一个西瓜。是吧？以前的那个战火连连呐，然后为了躲避战乱，所以到这个山上来定居。你这里夏天应该不热吧？夏天不热。夏天不热。它本身我这个山区就早就是有树木啊，空气也好不好？好了，我们到下面再去看一看。可以。还有几户人家再看一下。我看你在这里有网络，然后又有智能手机，所以一个人在这里应该也不会孤独。不孤独。对。不是一直没事就可以接手机看看手机。是吧？有网络那也还不错呀，不算是那种很偏哦。好了，你把门关好。那你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注意安全啊。好，慢走啊。好，谢谢。我们告别了这位李叔叔，他告诉我们前面还有几户人家住在里面，养羊、养牛、养猪。那么我们再到这个村落的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转过弯来就有一栋泥土房出现在我们镜头前面。以前这里生活的几个队的人，也就只有几十口人，但是相对现在来讲，肯定是非常热闹。现在就是零零散散的几户人家住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小溪沟里呀，还有山泉水流下来，所以这个山谷里面相对来讲，自然资源还是不错。这栋泥土房也是这种吊脚楼的建筑风格，以前估计也是几口人，至少3、4口人住在里面，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人住了，看样子是废弃了。这里种植了大蒜、萝卜、白菜。以前这个边上啊，全部是农田、菜地。这栋水泥砖房，它的屋顶上还架设了卫星锅。是的，有人居住，这里是有人居住的。它门口还架设了山泉水的水管。可能这栋房屋的主人到山里面去劳作去了，没人在家。刚刚这位李爷爷，他告诉我们这里是养了牛、养了猪，还养了山羊，对吧？你看一下电线杆。一直通到这里面来了。对，这里果然是养的牛。这些牛是，哇，从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哇，这里养的什么牛啊？黄牛。黄牛，还有这种黄白
相间的这种花花的这种牛，看上去有点像奶牛。奶牛不可能呢。你看这里养的目测有2头、3头、4头、5头、6头、6、7头牛在这里，关在这里呢，都没放出去啊。难道它这个牛是完全圈养的吗？另外一边养的吗？另外一边应该是过不去。这里可以过去啊？啊？哦，从这里可以过去。但是它这里养的牛，这是牛棚。那这边呢？哎呦，狗啊！哦，这一条狗在这里突然跑过来朝我们吼叫。它这个地方是养了什么吗？看一下，刚刚那养了6、7头牛，这边看上去是养猪的场地。哦，这边废弃了，这边没有养猪了，就那边养了6、7头牛。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哦，这里的主人摩托车在这里。你看以前这个地方啊，搭建的这种古老的青石板便桥，所以以前这个地方啊，应该是非常的热闹，生活了很多人。这里应该是养猪的。这里面是吧？我听到了，好像听到猪的声音。对，它另外一边废弃了，但是它这里封起来了，看不到了。但是感觉到里面应该是养了猪。是的，摩托车放在这里，难道上面还有人吗？你说在这种大山里面搞养殖，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远离人群，远离病毒。那么它的养殖的存活率啊就会高一些。哎，好像主人回来嘞。是的，对吧？门是打开的。哎，是吧？我刚刚走过来，看到刚才都没人，是不是主人住那边呢？这里好几条狗哎，哇，是不是这里主人回来了？我们看一下，主人是不是住在上面？要到这里来打声招呼吗？哎呀！哎，有人吗？哇，你好！哎，叔叔，我们是到这里面玩的。哇，这里养了这么多小猪崽崽。哎，我们是从外面来这里玩的，然后刚刚在村口那里，一位李叔叔告诉我，这里面是老人家在这里搞养殖，所以我们走过来。刚刚我走过来都没有看到打开门，所以就没有那个。你是住在这里面的吗？你房子是下面那个平房还是上面那个房屋啊？我的房子是上面有栋老房子。是这个房屋后面是吧？我刚刚都没发现上面有房屋。那在那个里面。哦，这个摩托车是你的吗？是的。你会骑这个摩托车啊？哎呦，叔叔，你年纪有多大哦？60岁哦。哎呦，那你年轻的时候估计都会骑摩托车啊？哇，这个摩托车好酷啊！你没发现，是吧？
哎呦，你是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吗？啊，现在我老婆和孩子们就在大窑。镇上去了，啊，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搞养殖。啊，对。你这里养了多少头猪啊？这里现在只有50来头吧。50多头猪啊。那里养了一点牛。那里我刚看到这下面已经没养猪了，以前也是养猪场，那里养了6、7头牛吧。啊，这里养了几头牛啊。你这些牛是天天都关在里面吗？它不是可以放养出去吗？不，我2点钟就把它搞回来了。哦，2点钟哦。每天都放出去。上午放出去。啊，对。哎，下午2点钟就把它搞回来。如果太晚的话，房子走到山里面去就很难找回来。对。哦，你这里还养了羊吗？啊，在那个老房子那里。养了几头羊啊？养了20来头。你一个人在这里又要养牛，还养羊，还养这么多猪，而且你猪是吃一些饲料。饲料我就是吃到200斤以后就是吃草啊。哦，就是把它养到200斤之后，你再割一些家里的一些菜给它吃。什么白菜啊，什么？那你不是还要在这上面种植一些白菜呀、萝卜呀？对。天哪，我觉得你一个人真的好厉害耶！那搞得过来啊？忙得忙得过来。哎，好厉害！还养了一点鸡啊。还养了鸡。你现在进出都是骑着这个摩托车进来？啊，对。哎呦，我刚刚还没有看到里面有房屋哎，我刚刚这几条狗也是你养的？啊，对。你养了2条狗吗3头。养了3条狗啊？你这几条狗还好，它最开始吼一下，然后也还好，不会咬人。不咬人。还可以哦。它每天在这个山野里面。晚上就有点咬人。那你养几条狗？你平时一个人在这里面生活？你这里面经常你碰得到像我们这种来外面游玩的人吗？登山游玩的人吗？经常有人来这里玩吗？也经常有啊。哦。我看你这个地方，以前整个这一块生活了好多人吗？我们这个村里面就是2个小组吧。2个小组是吧？以前大概有40-50户人，40、50户人有吗？有，差不多有300人的。有300多个人。那以前这是村落，这个村落是非常热闹的村落嘞。我看你这整个这一片啊，全部是农田。全部是农田。那什么时候大面积搬离了这里呢？什么时候这些住在这里面的村民什么时候搬出去了呢？他们就是从18年到19年陆陆续续出去了。2018年、2019年。对，就是还早也有出去了。陆陆续续搬离这里啊。陆陆续续搬出去。10多年前了。对。也十多年的时间。最早的也有差不多有18、19年了。20年了。这里面他们为什么要搬离这里呢？在当时的就是小孩子读书啊，我们这里也没有小学校。你有几个小孩呀？我有2个。你2个小孩？对。他们现在也出去了。他们出去了。他们都在外面打工去了。但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做这么大的一个养殖规划，你的房子是泥土房吗？泥土房。泥土房可以去看一下吗？可以。走，一起看一下了。我要放一下饲料了。我在门口看一下。好。哎呀，你看这位爷爷，好厉害哦！一个人要打理这么大的猪场，还有放养山羊，还养鸡，还要养牛。你说，以前住在这山里面呢，生活就已经很辛苦了。没想到年纪大了就一直在忙碌。这条路啊，走上来，他的摩托车是不好推上来的，只能放在下面。你看他的摩托车好酷吧？我刚开始以为是哪位驴友的车子放在这里。哇！
它这只小黄狗也非常的温顺啊，而且晚上会帮主人看家护院。晚上碰到陌生人来了就不客气啦，对不对？刚才主人是在家里面，你想想，这个山谷里面，以前这个位置啊，全部是农田，看到没有？这里也是清澈的山泉水，哎呦，洗下手，冰凉刺骨的山泉水，哦。它这栋泥土房也有蛮大，整个这一边比较空旷哦。我估计它还养了一些蜜蜂哦。你看，它这里也是安装了这种卫星天线，接收电视信号，在这山里面看看电视，还有这种废弃的犁耙。以前的农用工具，门口堆放了一些新的瓦片，以防不时之需。它的房屋瓦片如果有一些破损，那么就可以及时更换，不至于墙体会被雨水冲刷。你看它门口。这些蜂箱应该是还是在使用的。还有鹅、鸭。听到鹅叫声，听到鸡的声音，听到鸭子的声音，哇，真的是一个人在这里忙碌的。它这个房屋整体面积很大，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农用工具，我估计他的菜住在后面的山上。哎呦，到处接的这个山泉水的水管呢，可能一个人忙不过来。如果这些鸡和鸭全部放出来就又要把它赶回去，会比较麻烦。好啦，我们再回去吧。这位爷爷在养猪场那里忙碌，那么我们就不在这里停留了。以前生活了几百号人，那么这里山上肯定到处都是房屋。哎呀，你平时就一个人在这里面，你那个养牛的那个旁边有一个那个水泥毡房那里是谁住在里面的呀？那里有人住吗？那里有，也是一位老人家对对对。他是无保户吗？他是无保户。无保户就是无儿无女的。对对。哎呀。就是那个鱼塘的下面那个。哎，对对，我刚看到那里应该看上去是有人住，只是今天没在家吗？他去晚上，反正就是大白天就是不在家。白天不在家，可能到下面玩去了。对对对。哦，这里只是你偶尔住一下了。对对。我看到里面好像就养了鹅，养了鸭，还养了鸡。对。哎，你怎么是关起来的呀？我今天我就要回大药。你今天晚上又回去了？我就早一点关了。早一点关掉。这个狗就让它自己在这里，你不用给它放到屋里面去吗？对对对。你平时每天都会上来吗？我一般的就是每天就是都要到。每天都要到这里来打理，毕竟是养了这么多啦。对。羊呢也是养在那个屋里面了。这个小屋这里。那这里也就是没法住啦，会住吗？也住的人呢？住的人。偶尔住一下。我这里就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有时候太晚了，忙得太晚了就不好下山去。一个人骑着这个摩托车。我反正就是去这里的人一直很多。住在这里反而很多。我看你那个小猪崽子有蛮小，还是要人经常打理。对。哇！
我看你门口还放了很多蜂箱，你平时还养蜜不？养蜜蜂，哦，只是不多，应该。应该我有20来桶。哦，20来个蜂箱啊，那一年也可以产的几十上百斤蜂蜜嘞。那一年也200来斤嘛。哦呦，那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利用这山里面的资源。对，好勤快的。反正我到外面去打工也还是在这里搞还可以。哦，你到外面去做事，年纪大了也估计也很难。对，还不如在以前这个家里这边利用这里的资源，反正其他村民都搬出去了，对吧？对，反正我在这里搞就是自由啊。自由，对，对，你的收入不会比年轻人低嘞。你这周边经常会有一些野兽出没吗？没有啊。以前有不？以前也没有，因为以前人多，对吧？有一点兔子啊。哦，有野兔子会出来。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怕不？不怕。反正我要去习惯了。啊，已经住习惯。你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对。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听你的父辈或者爷爷辈那个时候讲过，以前你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个山里面呢？反正我的祖籍就是这里。祖籍就在这里。那小时候有没有听他们讲过，你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个山沟沟里面啊？以前出行几麻烦呢？不是的，那在当时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里可以在洪水啊，反正老一辈就是有饭吃就可以了。哦，有饭吃。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住在这个山里面来呀？你看，我们都是，这其实不是普通的一个山谷啊，这是高山当中的一个山谷啊。不是的，在当时的时候，就是住在什么大窑或者这样的地方，一般都没有饭吃啊。哦，反而住在山里面的人，反而他可以自给自足啊。对。我刚刚在下面跟那位李叔叔讲，他说以前他们父辈那个时候啊，旧社会啊，抓壮丁要去抓壮丁，也就是战争混乱的年代，所以那个时候躲避战乱呢，才到这个山里面来。他们来年数不多。他们年数还不多，反正就是温饱啊，不会饿死。哦，能够解决温饱，不会饿死。那个时候现在就不同了。是啊，现在人们都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啊，所以都搬离这里了，不愿意在山里面待。再加上小孩子要读书，对，他们就要出去寻找更好的出路了。其实现在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压力更大，你生活在这个山里面啊，反而更加轻松自在。好了，那我们就不打扰这位爷爷了。就慢点啊！啊，好，你骑车呀也注意安全哦。好，谢谢啊。没事，好，拜拜。谢谢你告诉我以前这个山里面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是走到哪里玩到哪里，然后不同的村落呀有不同的故事。黄叔叔，我想问一下，这里你用水泥修的这个是做什么用途的呀？这里是卖猪的时候把猪赶在这里。啊，把猪赶过来哟。从这里你不能到那里面去抓它出来吗？就是把车子倒在这里啊。哦，把车子倒在这里，然后从里面人赶完之后过来，就不用把它抱起来，对不对？对。哦，我在想，因为我去过其他地方的养猪场啊。走这里，赶的就是到这下里撑一下。啊，把它撑一下是吧？啊，撑一下重量。撑一下重量，然后再把它从这里推到那边去。啊，对。哦，终于解开了我的疑惑了。我们今天徒步走进这个山谷，探访的这个古村落，在这里我们遇到了2位年过60的爷爷，特别是刚刚和我们聊天的这位黄爷爷，他虽然年过60，但是身体非常的健康，而且非常的勤劳。他在这里养牛、养猪、养鸭、养鸡、养鹅、养山羊，还养了蜜蜂，非常的勤劳能干。
这2位爷爷跟我们讲述了曾经这个山谷里古村落的历史过往。原来这个山谷里曾经是一个人声鼎沸的古村落，居住了几百口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山谷里面的人们都陆续搬离了这里，所以现在这里就只剩下这2、3位老人坚守在这个大山里继续生活。好啦，今天的山谷古村落探访之旅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